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但是介绍他很简单，只需要3个字儿，叫 “gay”。我们掌声有请韩宇。嗨，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韩宇，你们好。谢谢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一轮录制结束以后，其实节目组跟我说需要回我的甘孜藏区老家拍一些镜头，很开心，我们一起去了6个人，就我高原反应了，丢脸，一个高原孩子有高原反应，就好像鱼怕水，鸟恐高，屈原不会被离骚。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我家乡辽阔的草原上，他们说的话我真的听不懂。原话看着我，还有这样：去跟那个牛说说话。我一过去，家乡的牛就冲过来撞我，从甘孜牛变成广东牛，顶我的肺。他们看不懂这一切，还说呢，好神奇啊！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他能冲过来撞我啊？我说嘛，把你带到潮汕去。还是我表哥在旁边狠狠安慰人。表哥看着我说：“哎，你这么想，幸好牛是冲过来撞了，幸好是撞了，他可能是看见红了，也许，只是也许啊。”我很感谢我表哥，他就是一个这么会安慰人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及时行乐的人，非常洒脱。他每个月工资不高，但每个月把工资发下来，他会固定的做几件事情：疯狂的买新衣服，疯狂的去电竞酒店上网，疯狂的吃夜宵。他把这些行为统称为爱自己。我说你这个也就叫喜欢自己，因为爱是克制。他说。那我最喜欢淘宝闪购，因为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他喜欢淘宝闪购的优惠，我喜欢淘宝闪购的商务。不喜欢他这个行为，因为他现在爱自己爱得有点太过了，爱得有点过。他经常借我的钱爱自己，以我的名字呼唤爱。我说你借我的钱爱自己也算爱吗？他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天津人，这就是爱。但我发现确实，如果你像他一样时时刻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你就是可以解决。真的，之前跟他一块打车，碰到一个司机阴阳怪气，打个电话过来说：“哎，我现在开车过来接你，太堵了啊，你自己走过来吧，3、5个路口。”3、5个路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表哥抢过电话，感觉他认识那个司机。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今天很累，加班3个小时，知不知道？然后就用一种带着撒娇但是又命令的语气跟那个司机说：“快点过来接我。”司机就过来了，好一招亲密爱人。我都怕那个司机开车过来接我们，第一句话不是手机尾号，而是对不起宝贝，来晚了。没边界感，这就是他。说话他是不分场合的。之前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我很羡慕的那种幽默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学意外去世了，死掉了，很难过。当时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儿聊聊天，分分心。我表哥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来，提前嘱咐害怕。我说今天有特殊情况，好不好？求你了，拜托，就今天注意分寸，好不好？就今天注意分寸。他说你放心吧，没有问题。推开门，第一句话：“我听说今天有人死了。”但那一刻，房间里的人跟大家一样都笑了。他就是这样，说话很直，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他现在的具体工作其实是在我签约的俱乐部做场务。很多你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在出名之前都去我们那演过，都害怕他。因为他有一次直接看这个演员跟他说：“哥们儿，你这个专场就不要出来骗钱了吧。”
演员还没红呢，脸就绿了。说咱们这 report 是当面发吗？他现在也进步了，已经学会阴阳了。但凡有一个外地演员在我们俱乐部演差了，他就会在那儿喊，他说：“哎呦，咱们这个剧场安检是真严格哈，炸的东西一个带不进来。”因为我表哥喜欢说唱，追求这种 real 的感觉。他每天在剧场检完票就开始写他的蹩脚韵脚，过来给我展示，说：“哎，哟，弟弟，你能不能不要再叫那个人演员老师？在我看来，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圈钱小资，他的喜剧技巧也就骗骗他的粉丝。怎么样？”我说：“我感觉你的拼音就学到了滋呲呲。”羡慕他，羡慕他只说真话，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让他变得圆滑，对吧？这个社会我觉得需要很多个表哥，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成为表哥。我在想，要是表哥可以随身携带就好了，对吧？他太适合用来戳破我们社交场景里面任何的那种虚假泡沫了，对吧？你跟那种半熟不熟的朋友吃完饭，他跟你说：“哎呦，那咱们下次再约。”你直接掏出表哥，表哥看，跟你吃一顿饭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就在旁边，哎，话也不是这么说，多好，既当了你的嘴替，又衬托了你的高情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表哥可以这样说话？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表哥的名字，静脉多吉，翻译过来，无所畏惧的金刚。哎，我就做不到。我现在有那种做自己的困境。我觉得有些场合就需要说场面话，那我就不能做自己。但我表哥不说场面话，每天睁眼就做自己，每天早上一觉睡醒，当金刚去喽。所以这趟来上海录制节目之前，我跟他聊了一天，我问他，我说我怎么可以才像你一样真正的做自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那天发现，原来11岁的我早就在 QQ 空间发表了同样的话。圈子不同，不用硬融。谢谢大家，讲完了，拜拜。谢谢韩宇。喜欢韩宇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韩宇。这回咱先问问黄渤老师吧，这韩宇这个一轮又一轮走到半决赛了。能这么直截了当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其实，人经历过种种，或者说人生走过半生，就知道想那么直接其实不是太容易。就比如说坐在这个舞台上，对，都想表哥一下。我就也认识好多藏区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诧异大家的那个聊天，他省略了好多的形容词，他直接直表胸臆的直接给你最后的结果。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我说了，第一次韩宇上台的时候，我是担心的，因为他跟在2个很强的选手后边。然后后来第2次他夯实了，你觉得他的实力汹涌跌落呀等等的。这次又是把一个特别轻松的主题，以一个这样轻松的方式，就这么轻松的扔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大家看了以后会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你不要老被牛撞。我特别期待韩宇，但韩宇你没有我想象的高。我看节目就觉得你是个非常高大的人，我不说你矮的意思。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评价，不好意思。平原重力大，真是。我跟你说，我在看我们那个喜单首席上线的时候，那天我真带着我爸在美国自驾，我就是放着声音在听嘛，然后听到你讲给黑黑那段的时候，我就下了高速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看完了整一篇，因为我觉得太精彩了，太热血沸腾了，然后太有那种辽阔的画面感，就觉得你讲脱口秀都像带了一个外挂，那个外挂就是描绘出的整个你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创造场景能力的脱口秀演员。今天听到你的这个讲述，我也会觉得你的表哥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叫啥？静脉多吉。静脉多吉。韩宇表哥。我觉得静脉多吉特别适合坐在我们这里，我都很想听他坐在这里来点评一下。他早就想坐在这里了。我期待静脉多吉对节目的 reaction。对，请他专门写个 report。好。
之前看过那个给黑黑很火，我知道，然后在网上传播的也很火，我就觉得不像那种新人那种有拘谨或者怎么样，能感受到他身上就有那种川藏男人那边那种洒脱的那种就融入了他的表演里面，感觉是一气呵成的，能感受到他那种洒脱。我看了真人秀里面那个你们回家的那个片段，然后你的2个朋友左右夹击在攻击你，在那数落你，就是感觉你很弱小、很无助。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很就是像你表哥那样的人，对。然后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到了大城市之后，你其实自己会磨掉很多棱角，或者是你的心绪变得更内耗了一些的感觉吧。对，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我就把表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因为半决赛嘛，然后前面3轮我一直在讲家乡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到了半决赛也要跳出这个藏区这个身份，然后说一些其他的，挑战一下自己。但是还是让我们能感受到你的脱口秀会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美好的地方。谢谢。就是我听您这节目，包括头里王悦那节目，其实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向往。我们一直心里都会有这种自由的一个向往，也想自己稍微能做一下自己，不用太去想别人。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都是说，你得考虑别人，你得换位思考，你得站在别人角度怎么样，就是内心也会有这种真实的渴望。您对表哥其实是您挺希望他能够带给更多人这种想法的，是吗？对，我表哥他特别爱自己，天天就买衣服，吃夜宵，天天就爱自己。他现在带着我们俱乐部的所有人一块爱自己。听起来可能很快就没有这个俱乐部了。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挺好。好的，谢谢海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海宇来到我们身边。我就是含蓄、胆小、社恐、怯懦，表哥就是热烈、大方、莽撞、热情、横冲直撞那种感觉。表哥的边界感都在我这儿，不好意思。他作为一个30岁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他完全不考虑后路，就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他就经常说这句话：“你焦虑啥呀？你看我就从不焦虑。”说我一天只干就2件事情：练帅工作 ，Let's go。他的口头禅是用标准的四川方言说帅，一定要歪头，帅，买彩票中了，帅，吃到一顿好吃的夜宵，帅，弟弟晋级了，帅，打游戏是帅，这韵脚太帅了，嘿嘿，帅。他肯定希望我越走越高。我有一个祝福啊，就给到我弟，讲了来时路，想回高原重新来过，就算6年再长，也不会把高原雄鹰埋没。但是他也说过，要是走太高的话，家里就剩我一个废物了。我表哥幽不幽默？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在生活中啊，经常就睁大他那双发现丑的眼睛，而这一次他又盯上了谁呢？掌声有请辛博。嗨，大家好，我是辛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生活里活得就比较着急，没上班我就想下班，吃外卖吃什么不重要，我就挑那些送得快的，我要闪购。这儿没有商务啊，我自己主动讲的。我着急要，这好像就是一个着急的时代。其中一个小表征是我发现电梯里边最容易坏的按钮就是关。我不知道你们上了电梯我就想关，要是透过门缝我看有人朝电梯走过来，我会先假装没看见，然后在心里边盘算他跟电梯的距离。他要是来得及，我就摁关；他要是还来得及，我就道歉。不好意思，没看见，我错了。但其实是我算错了。他要是来不及，我就会微笑着跟他对视。
假装摁开，实则摁关。我把他笑着送走。随着电梯门越来越窄，留给我的表演空间越来越小。快点儿，快点儿，摁不开呀！电梯坏了，但没我坏。我甚至觉得电梯应该把那个开的按钮给它抠掉，这样就能再装个关，双关。两个一起按，咔嚓就关，电梯快门。但好多时候电梯里只有我自己，不光只有我自己，我会经常遇到那种道德模范，他看到有人他就摁开。你问我了吗？浪费了我的时间，你收获了全部的感谢。人家上来就说谢谢你大哥，我心想我是你二哥，你应该说感谢家人们。凭什么一个人能替我们所有人做决定？应该投票。同意开的举手，道德模范肯定举双手，他就没法摁开了。但没用，不用手，他会用脚卡着那个门，那门让他守得死死的。我说就你慈悲是吧？你那是佛的脚。但要是我要上电梯就不一样，我上电梯，我看电梯门要关闭，我就会尖叫。他能装看不见，他不能装听不见吧？等一下，海豚音，频率高到隔着电梯门，我能给里边的人做 B 超。上去了我就质问他。你是不摁关了？你少装没看见，你再按一下试试。你不按我按了啊，我后边又来个人。我不喜欢商场高峰期的电梯，商场高峰期的电梯，想下你得先上，想去负3楼得先去7楼，上海飞北京得去新加坡转机。电梯门一开，外边的人就问我：“是下吗？”我说上，他就上来了。我说的是方向，他得到的是指令。我拿他当人，他拿我当主人。我还是个 UP 主，还得站在我旁边。自言自语，装成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上啊，真厉害，在电梯里还能找到台阶下。我不说，他电梯都看不过去了。电梯说关门，电梯上行，他就表现得勉为其难。行吧。我说你还勉强上他，珍惜吧，上行的东西不多了。好多商场会做那种观光电梯，非常愚蠢。不光得挤，还得让外边的人看我在电梯里边挤得有多窘迫。谁会去商场观光啊？能看到啥？最多的就是一个全国小炒肉大王。我不说话，旁边的吊服广告直接阴阳他，太二。在电梯里，你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上了电梯，啥也不按，就按手机。门一开，他就往下走。几楼？楼层按钮明明已经亮了，非要伸手过来再按一次，甚至好多时候要从我的腋下伸手过来。但是朋友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按钮它会取消，我就得再按一次。
同时夹紧我的腋下。我最讨厌的还是工作日早晚高峰的电梯，早高峰人满为患，我都能用舌头刷前面人的某音，超重了也不下去，在那调整站姿。我说要不咱们试试单脚站呢？好不容易门马上要关上了，唰，又让外边的人摁开了。你能听到电梯里所有人的呼吸声都凝重了。大家有一种火箭发射失败的失落感，背个双肩运动背包往上硬挤，抵在我的胸口。我说哥们儿，你这个包，他说李宁的。我问他晚上是不是要去打羽毛球，他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看拍都插我嘴里了。这种情况他还是能够一句话就点燃电梯里边的所有人。谢谢，帮我摁一下2楼，比开更应该抠掉的呀。晚高峰，电梯下降，当电梯停在2楼那一刻，所有人内心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如果腿没断，咱们就动手。我一看又是李宁羽毛球哥，我说来你上来我下去，我去2楼到1楼的楼道里看看，是不林丹在这儿等你呢？做脱口秀我更着急了，脱口秀的大楼大家都想上，每年就2部观光电梯，这边一部那边一部，还是得挤，一挤动作就变形，观众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焦虑。我想做脱口秀好笑的及格线，电梯能挤就挤，挤不上就走楼梯呗。走楼梯虽然慢，但起码我知道自己一直在上行。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喜欢辛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天真姐怎么一脸慈祥的看着我？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辛博，然后我觉得他今年又变帅了，是因为结婚的原因吗？也有科技了。好真诚。科学的规划瘦身啊，就是科技。我觉得你的脱口秀特别像我们每个人内心有很多个小人儿，比如我坐电梯的时候内心也会有个小人儿说，哎，赶紧把电梯关上，或者哎你别上来了。我觉得你就是把那些小人儿的声音一起说出来了，就是这是你的长项。然后我也很喜欢你的今天的前面一大段对于电梯的观察和最后对于脱口秀这2部电梯的比喻，就是能够看到你对这个职业的深沉的爱意，所以今天的整个表演我非常喜欢，谢谢你。我觉得他的话题很有共鸣，他能把大家可能都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很精准的描述出来，然后可能这些东西呢又不太能跟外人说，感觉是自己的一些小心思。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个独幕剧的感觉在上面。因为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多时候人想的都是自己那边小心思，其实我想写的就是这份小心思，然后观众是上帝嘛，你们笑就好了，对吧？就是每一次看，他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这是一个小小的电梯间里边这个玩出花，但是你这次一开始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反面人物的角度来去做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是觉得就最终的那个小小的空间，跟你到最后大大的心愿啊，然后以及对自己最后那一句的那个总结，因为这个坐电梯上下不由己，但是走楼梯哪怕难一点，每一步都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这个我很喜欢。谢谢黄渤老师。刚才天真姐说，黑灯像探照灯，然后我觉得辛博特别像那个小夜灯，就是它无处不在，它就一直在那亮着，然后它能观察到我们所有人的细节。刚才听着，其实挺感动的，就觉得哎呀，
就是你很热爱脱口秀，然后把我的那个心情也给燃起来的感觉。然后你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光是在说那个脱口秀的电梯，其实我们人生的电梯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很好的给转换到了我们人生的路，你到底要不要上这个电梯，还是你要走路，就很巧妙的一个段子。其实我喜欢您前面哪一点呢？天真姐说的呀，我觉得他不是小人儿。他是小人，小人是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然后呢，他其实不害怕把这面展现出来，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包括他刚才讲的，在电梯里会怎么想，同时他也表现了他在电梯外会怎么想。我一开始以为您这个故事会以双标为主，因为每个人确实也都是双标的。我没想到后边咱还是往的那个电梯不文明现象那儿领了，所以我特别期待您后边能不能咱有点这种讲双标的故事，我挺期待的。好嘞，后边我努力。说到那个，这坐电梯的朋友，咱问问那个楼上的那个彩玲，这也是你的东北老乡哈。我俩是铁岭姐弟，我一直很喜欢新博，就是去年新博对他自己要求特别高，去年我让他帮我看稿，我当时是1500字的稿。他给我删完剩700了。他跟我说过，说观察式喜剧其实你如果做得好，就应该是一句一梗，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铺垫，你说的都是跟观众共同的经历的最大公约数。我非常开心，他写了他新专场，恭喜你，新博。谢谢。对。那么借着这个平台，我要安利一下。对，我的新专场叫《爱的最高级》。好嘞，那谢谢新博。老舅就该讲电梯，他就应该叫王宝石。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很多人在生活中经历的事情以一个旁白的形式念出来。他真的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生活。新博挺厉害的，经常遇到那种很碎的小想法，能在脑子里面就一闪而过，可能想不到用喜剧方式处理它，但新博能把它处理成一整篇，就是那种最细微的生命体验。做观察的人大概率是不自信的、内心敏感的和怯懦的。都是我自己，都会在脑海里边脑补无数种方案，如何解决这么一个小问题，然后坐在角落里边去观察。他要求你人敏感，你得注意，愿意去发现，或者是不经意之间你就能窥到生活里边那一个小触角，然后一下就给它薅起来。我每天会遇到不同样的人，我就会记录我自己产生的一些小心思。现在整体素材数量应该已经过2万条了。蛋哥在台上说了，应在生活，你才能够观察到生活中的东西。生活呀，你每天只要你正常的生活，它就会主动投在我的眼睛里。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大家都一直以为他的统治区是天空，但其实不止，天上地下无所不能。掌声有请嘻哈。半决赛了，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轻松啊。本人也是一边玩耍一边创作。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玩密室，知道吧？啊，刚开始还好，喜欢玩的是一些解谜类的、机关类的，很解压。后来就大家开始进阶，开始慢慢的玩恐怖的，逐渐变态。我确实理解不了为什么大家愿意在忙碌1个星期之后，花200-300块钱进去张一群鬼来追你啊！乐趣在哪里啊？啊！在这里吧，找到了。我是不知道你们，反正我如果工作完1周，我自己就已经像个鬼了。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真的很害怕恐怖密室，我不玩。他说你一个体育生，你跑这么快，你怕什么呢？我说有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害怕才跑得快呢？我说恐怖的我不去。他说不恐怖，你看嘛，显示了页面给我显示非恐，到了才知道非常恐怖。有时候2-3个人去，到了还要等陌生玩家拼场，更不想玩。直到我看到4个1.88米的大帅哥走进来。我
我正在那上下打量的时候，老板说人齐了，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我当时心里面说 action， 嘴上在喊怎么玩啊？第一次玩就很害怕，太害怕我就不去了。但明显感觉那几个弟弟就是为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玩这个密室再回学校的说，姐姐你们不用怕，一会儿进去你确实害怕，我们就把你围起来保护你。我当时在那个地方跟老板，快点！很快，老板就讲了一下规则，让我们每个人签个协议。玩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会签一个协议之后，就很快进场了。进去之后，鬼只要一出来，他们就立刻围成一个圈，把我围在中间，然后就开始跑。我那个头啊，就像那个台球桌上白球一样，在8块方形的胸肌里面弹来弹去，弹得我神清气爽。但是后面每一次鬼点一出来，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这一切结束得太快。活了20-30年，自认为是一个强悍的女人，没有人能真正保护我，但在那一刻，有被保护到。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在中间旋转跳跃，但不闭眼，转得我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看哪一朵花瓣。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当我沉浸在花心的世界里的时候 ，NPC 突然开始过来分配所谓的单线任务，要把我们所有人分开。凭什么？谁给你的权利？我的钱花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把2两分成第几关，回到哪里干什么？到我这个地方，你一个人回到第1关。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不知道花瓣离开花朵是会死掉的？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还没等我唱完，他就开始暗箱操作，告诉我，一会儿灯光熄灭之后，你将独自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对面那扇门，记住进去找到鬼新娘留下的梳子和钥匙。我当时就观察到，这条走廊的中间还有几扇门。我就知道，在我通过这条走廊的时候，没那么简单，有一些鬼东西一定会出来。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学体育的，我跑得快，我歘的一下过去，趁他们还没出来，就把门给他们关上了。最后一扇门关慢了一点，不小心打到一个刚刚准备出来吓我的 NPC， 当时就听到一声鬼叫，哎！已经来不及了，推门进去，摸黑在地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钥匙和梳子，发现右边有个衣柜，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给自己壮胆，打开衣柜的一瞬间，嘿，发现里面有一个节奏被我打乱的 NPC， 因为我的鬼吼盖过了他的鬼叫，他吓了一大跳，然后看着我，从后面把钥匙掏出来扔给我，砰的一声把衣柜门关回去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在寂静的密室里面，衣柜会说话。突然，衣柜里面传来一声“刮皮”，给我气到不行！我转过去把皮带一抽，就把那个衣柜给他捆起来了。我怕他从衣柜里面出来打我。继续找梳子，看到房间的左前方有一张婚床。当时灯光爆闪，提醒了我一下，我隐约看到一个 NPC 已经穿好了一身绣和躺在床上了，我大概就能猜到梳子在他周围。我只能过去，但我只能给自己壮胆。我说：“你刚刚都看到了，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梳子给我，过来你就下班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认真寻找的时候给我来一个贴脸杀。但我不会给他这个气口。我当时深呼吸，我说：“我来了，朋友们，全程唱着山歌过去，加上我又是个体育生，我的肺活量非常大。我说：哎嘿嘿嘿嘿！他没有任何气口来吓我，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闯关。梳子被他死死地拽住，我跟他的十指相扣，我说：“拿给我喝，拿给我喝，不然我就吓死你嘿！”
他吓得不行。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但当你把你的未知变成别人的未知，害怕的就是他们了。拿到梳子后，他哀怨地叫了一声呀，然后跳下床，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出去了。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一个光脚的怕我一个穿鞋的干什么？拿到梳子之后，他们告诉我，我还要去到鬼新娘的梳妆台面前坐好，等鬼新娘出来梳3下刘海，唤醒她的记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才能活着出去。我一坐下，那个鬼新娘就像贞子一样从镜框里爬出来吓我，吓得我当时叶问，贞子遇到甄子丹。然后出来那一下，我就记得那个任务嘛，梳头梳3下，然后就开始1下，然后就开始给他梳头1下2下。你们知道 NPC 里面他们那个假发很劣质的，我梳到第2下的时候，梳子卡住了，下不下去也拔不出来，就差最后1下，鬼就开始跑，我就开始追，只剩最后1下了，对吧？我追出去了之后，突然广播开始说：“玩家请停止追逐。”我一停下来，鬼新娘把梳子从自己的刘海上扯下来，扔到我的手里说：“梳自己的刘海3下。”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游戏并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当时也被直接被一个 NPC 一个工作人员请出了密室。我说干什么？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个被我用门板打到的鬼？他已经去老板那里告了，说我把他打了。老板说你记不记得你把他打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老板说别跟我说这么多。你记不记得你进去之前签了一个协议，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殴打 NPC， 否则立刻取消玩家资格。终止游戏。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他道歉嘛，我当时很诚恳的给他道歉，然后我跟老板保证，我说我进去我再也不打他了。老板说你少跟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我听多了，打我的 NPC 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在外面等着反思吧。我就在外面等，在反思过程当中，除了思念我那4朵花瓣，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错误，怎么可能那么因为自己的害怕就开始打这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又反思到，这个规定真的很酷。但它怎么可以仅存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们听一下，只要有一方施暴，立马就取消资格、解除关系、结束游戏，这个规定就值得推广。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对吧？被打了就应该立刻解除关系，不要再让他们等1个月，1天都不要等。如果非要等，我愿意以身入局。你们把我请过去，我就站在施暴者的床边，每天晚上给他唱离开他，离开他，不然我就嫁给你。谢谢嘻哈，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中间那一段神似给嘿嘿的咆哮到底是什么？我这儿没有字幕，我也听不清。没有，是山哥，就是我唱着，我告诉他我要来了，过来了呵，过来了呵，过来喽，过来了。哦，对不起。下意识的会想模仿，对不对？对，想试一下。我觉得嘻哈好高能量啊，因为我自己是个低能量的人，然后我看到后面我是这样子坐直了看的，不由得挺直了背。对，听你说到那个密室里面的时候，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我是那种胆子特别小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特别好，以后我也要试一下。对，这是一个秘诀，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吓你的时候，你就不要给他这个时候，不要给他任何气口，他插不进嘴。就话密一点是吧？然后在里面不要给他气口，打乱他的节奏，然后声音比他高，你的声音盖过他，你就听不到他的鬼叫。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确实是他这样的人，你才能做这样的事儿。哦，也是对。你鼓足勇气做了一半停下了，就尴尬了。和鬼四目相对。我的耳朵现在还在复原，我刚才觉得我的耳朵受到了重创。哎呀，我看到嘻哈非常的开心。今天我觉得就是气场全开，全部的嘻哈回来了。我觉得特别好。我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个状态进决赛，决赛也拿出这个状态。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哎，我的老板听到那个8片花瓣的时候，给他高兴坏了。8个胸肌的时候，good idea。所有人停止想象，我说。但是我不理解，你那么如果很胆小的话，为什么要去玩呢？又菜又爱玩，对，然后寻找那个刺激的感觉吧。对，而且这是一个朋友之间，就是包括考验友情也好，考验亲密关系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点。就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你很快就能找到保护你的那个人。
大林去过密室吗？我密室玩的太多了啊！真的，你看上去很像个老古板，不会玩这种的。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北京那种密室还是就俩屋，你进这屋做题，做完题拿一钥匙开门进那屋。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那个叫补习班吧？那个那是家门钥匙在里藏着啊。那12年的时候有这个，后来才有的机械密室，包括我也录过不少密室节目啊。我后来为什么不爱玩了？是因为我发现它越来越聚焦于恐怖、恐惧元素，就我喜欢那种解谜的。你让我在里头显得就是我没有什么作用，我愿意在里研究这块是吧？逻辑在哪儿？他现在就纯变成出来一个咔吓你，然后你就跑。最缺德的是，他连让你往哪儿跑的条件都没有给你，就让你在里头瞎跑。你就先这次学会了那首歌，他再追你就跟他唱啊哒哒哒哒哒。哦嗨，我以为当花瓣离开花朵呢。这个也可以用山歌唱出来，是吧？这怎么唱这个？大喊花瓣裂开花大后。好嘞，谢谢嘻哈。我觉得在舞台上就是要分享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嘛。我刚开始玩密室确实是害怕的，但后来发现你在克服恐惧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你从一个害怕黑暗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害怕黑暗的人，甚至到最后我开始期待黑暗。有没有什么线索？有个人，有个人。干嘛？其实这篇稿子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刚开始站上单口的舞台，就是因为这篇稿子。王悦就下来自己就跟我说，我们听到你讲这个就好开心啊，好像突然回到了我第一次看你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线下看嘻哈演出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剧院的志愿者，我就站在走廊上，远远的看到他在台上讲了那个密室的段子，那是我第一次被他深深吸引，太有魅力了。我在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有一种白驹过隙的感觉。这个也是我想把这篇故事留在台上的原因，它见证了我的来时路。那我们半决赛第1场的上半场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也谢谢我们几位气氛组组长的加油打气，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新人强势来袭，老将惊喜升级。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强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已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半决赛精彩继续。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就用我的名字在网上创造那种爱情言情文学。对不起各位，这是我能对同人文想到最委婉的表达了。今年4月份，我妈给我转过来2篇，底下还有配行语音。儿子，你怎么能干那事儿呢？咋可能卖25啊？这个你就别管了。行，你不管，我找12306来管。12315啊，12306卖的也不便宜吧？他说员工为什么可以请假？他说有假就非得用吗？怎么说得出口的？有会就非得开吗？有活就非得干吗？我现在是既不敢减肥，也不敢多吃，瘦了就像董宇辉，胖了就像岳云鹏。电话通知我爸说，刚啊，我跟孩子去北京看演出，都过山海关了，发现票落我车上了。你开车来追我俩，哎，你跟孩子坐谁车去的？我爸说动车。我去 KTV 唱歌，总结起来就2句话：开着原唱演得挺棒，关了原唱我乘风破浪。哎，什么叫乘风破浪？你怎么都读，我怎么在乎？哎呀，第1个晋级总决赛的演员会是谁呢？看到吗？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飘飘飘领奖。不是我。排队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赶场，点绿就响。从来就没有与生俱来就这气场。你
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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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每周一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511照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谐音梗靠拜双关，预期再来点